欢迎来到 Nguyen TV 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如果王一博的幕后老板3天没了20亿。去年1月19日，乐华娱乐在港交所挂牌上市，成为艺人经济第一股。上市当天，公司旗下艺人王一博、韩庚等人现场敲锣，股价开盘价为 5.6 港元，市值 48.72 亿港元。也正是这一天，王一博也从旗下艺人正式成为乐华娱乐的股东。作为乐华娱乐的老板，曾经在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中大杀四方的杜华喜上眉梢，身家一度达到 3.48 亿。时隔1年，这家王一博概念股的股价坐上过山车。1月17日，乐华娱乐早盘高开超 8%， 午后下挫，截至收盘，收跌近 9.5%， 创上市以来新低。在前1日，股价闪崩跌 77.84%， 3天暴跌20亿，杜华应该笑不出来了。3天暴跌，杜华身家蒸发24亿港元。过去3个交易日，杜华体验了一把身家急速暴跌。15日起，乐华娱乐分别大跌 25.39%、77.84% 和 9.45%， 3天累计跌超 85%。与此同时，乐华娱乐的市值从66亿降到10亿港元，蒸发56亿港元有余。目前，杜华持股 43.26%， 以此计算，身家跌去24亿港元，折合人民币超过20个亿。16日，乐华娱乐给出的回应，概不知悉任何导致该等股价不寻常波动的原因。本公司经营正常，董事会并对本集团未来发展前景抱有充分信心。乐华娱乐的回应目的是稳定股价，给股民信心，但二级市场并不买账。1月17日，乐华娱乐先涨后跌，进行了一次断崖式下跌。为何此时暴跌？数据显示，乐华娱乐本月19日迎来 3.49 亿股解禁，含基石投资者，占总股本的比例约 40%。中泰国际策略分析师严昭俊表示，分配结果公告文件显示，基石投资者的禁售截止日期为本月18日，存在部分投资者知悉该情况后，提前出售股份。市场正在用抛售投票，乐华娱乐似乎并不被认可。资料显示，乐华目前的持股大股东杜华排在第一，后面依次为华人文化、阿里巴巴和公司总裁孙一丁。也就是说，杜华、华人文化、阿里巴巴和公司总裁孙一丁将在这次暴跌中损失惨重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乐华上市时，支持杜华的基石投资者大咖云集，包括猫眼娱乐、丁世家、好赞资产、Sun Mass Energy， 合计认购1990万美元。其中，丁世家为安踏体育掌舵者丁世忠的大哥，任集团执行董事兼副主席。Sun Mass Energy 则是中国如意的全资控股公司。随着解禁日期逼近，杜华回应中只提及他和孙一丁等持股董事未出售持有的公司权益，未提及股票解禁后基石投资者们的下一步动作。02乐华娱乐患上巨星依赖，资本市场的不认可有迹可循。乐华娱乐是中国少数能提供系统化及专业化艺人培训及运营的公司。公司已构建覆盖艺人管理全生命周期的乐华模式，包括训练生选拔、艺人培训、艺人运营及宣传。乐华娱乐的主要业务分别3块，即艺人管理、
音乐 IP 制作和运营以及泛娱乐业务。其中最重要的业务是艺人管理，从2019年到2021年，这一板块对营收的贡献占比从84%上升到91%。艺人经济撑起营收的同时，乐华娱乐对头部艺人的依赖也很重。目前，公司拥有60余位艺人，旗下艺人包括王一博、程潇、黄明昊、吴宣仪、朱正廷、李汶翰、胡春阳等，均为娱乐行业具备高知名度的成名艺人，并于综艺节目中担任导师，或以高关注度出道。虽然艺人众多，但真正为乐华带去较高营收的只有王一博。过去很长时间，韩庚曾是乐华的头号摇钱树，最近几年王一博扛起了营收的半壁江山。一个比较直观的证明是，在乐华娱乐长达445页的招股书中，王一博的名字出现了18次。或因频繁被外界诟病依赖单一艺人，乐华上市后财报中提及王一博的频率大幅降低。2022年年报、2023年中期报告里，王一博的名字分别出现了5次和1次，且报告未披露由其带来的具体收入数据。乐华娱乐业绩数据显示，2023年上半年，公司收入3.65亿元，同比减少25.2%，期内亏损约1.76亿元。2022年同期取得溢利9273.3万元，期内经调整净利润4989.2万元，同比减少70.4%。其中，占总收入近90%的艺人管理收入下滑，较上年同期下降近30%。针对这块业务营收下滑，乐华解释为市况不佳，导致对签约艺人所提供服务的需求下降。03杜华急需制造下一个王一博。当前的乐华正在急于去王一博化，但除了王一博外，乐华旗下其他艺人似乎仍然火候不够。而且，范丞丞在2023年4月合约到期不续，韩庚、程潇的艺人管理合约也将在今年到期。对于乐华而言，进行业务的多元化发展似乎是更为可行的路径。去年，乐华挑选了3条路。第一条路，造星。财报显示，2022年乐华娱乐的训练生计划在全球范围内接到超过14000份申请，公司仅与11名训练生候选人签订训练生合同，录取率低于0.1%。而2023年国考的平均录取率为1.4%，从数据上看，成为偶像要比考公艰难数倍。第二条路，推出虚拟艺人。早在2020年，乐华娱乐与字节跳动合作开发推出了虚拟艺人女团 SO。据招股书显示， SO 在2021年相关业务收入为3787万元，较上一年增长了79.6%，同时其营业成本仅845万元，毛利率约为77.7%，投入产出比远远高于真人艺人。第三条路，切入直播、短剧等大热赛道。去年，乐华切入直播电商领域，由创始人杜华本人亲自试水带货。其首场直播总带货 GMV 超过600万，虽然这个收入算不上漂亮，但借由直播，乐华旗下艺人及产品得到了更多曝光。杜华也尝试个人 IP 的打造和变现，并频繁登上各大热门综艺，穿梭于各大直播间卖面膜，并推出数字人华华子。2023年3月，杜华在抖音开启了杜华严选直播间，所售产品包括自创品牌 DRJ 面膜、乐华投资版图上的 Seven Chic 香氛笔以及旗下艺人盲盒、乐华家族演唱会门票等。选品基本和自身的主要业务
粉丝人群相吻合。在前期造势和直播间连线艺人的助推下，杜华首场直播的销售额超过了500万元，还吸引了立白作为直播间冠名商。不过，杜华并未继续直播，而是华华子数字人接棒。根据杜华透露，自己曾在半年前想把旗下艺人都做成数字人，但大家都反对，就自己打了个样，做了个华华子出来，大家看了觉得非常有意思。此外，据媒体报道，乐华娱乐和万达影业正着手进入短剧行业，共同制作数屏短剧作品《青莲节》。据悉，该剧目前已拍摄结束。伴随着旗下艺人合约时期逐渐到期，杜华的压力逐渐逼近。造出巨星远不如想象中简单，如果没有找到下一个王一博，乐华的处境将更加艰难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